杨洋拍顾漫的剧就很正常，原来全靠顾漫全程跟拍。杨洋之前拍摄《微微一笑很倾城》和《你是我的荣耀》里明明很正常，而且也很男帅，深得大家的喜爱，怎么在我的人间烟火完全变了？油腻不说，还时时秀下颚线耍帅。其实主要是原因就是另外2部剧都是顾漫的，杨洋在顾漫的戏里这么正常，原来全是靠顾漫在顶着。其实杨洋在跟迪丽热巴拍《你是我的荣耀》时，就出现了杨洋嫌弃剧本台词太长而要求导演删掉剧本台词的片段。不得不说，这个花絮和宋焰好像都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给迪丽热巴下的表情都直接破防了。幸亏是顾漫赶来的够及时，直接打断了杨洋的想法，他也就只好试着顾漫的意思接着演。要知道杨洋早期演过的晋江男主，那可全是观众心里的男神。从微微一笑很倾城到底是我的荣耀，就问谁没爱过肖奈跟于途呢？而且我的人间烟火剧组是他公司的内戏，他是公司大股东，非但没有人来压制他那糟糕的审美和过于膨胀的自信，反而更加雪上加霜。这种情况能拍得出好戏就有鬼了。荣耀能拍得比他其他的剧好很多，不过就是因为有顾漫罢了。既不是杨洋演技开窍了，也不是合作演员带飞他。杨洋光是他这张360度无死角的脸，娱乐圈能比得过他的也没几个。而顾漫会如此喜欢找杨洋演自己的小说男主，多半也是看上了他这张脸。但毕竟演技有限，只要是杨洋拍戏的时候，顾漫就必须的全程跟拍，哪里不对劲都要叫停纠正。而在微微一笑很倾城有一场戏，杨洋往篮球场跑会如此端，据说是顾赶拉肚子上厕所没能及时管着，属实有点搞笑。2. 杨洋帅在哪呀？为何说过去的中式美男变粗糙了？一起分析看看。岛屿：杨洋作为中国美男的代表，曾是众人心目中的偶像，然而近年来他却备受网友嘲讽，声称他变得油腻了。那么，为什么过去被称为中式美男的杨洋，如今变得粗糙了呢？本文将从中式美男称号的来源、中式美男的关键骨骼感和杨洋被嘲讽的原因及演技问题3个方面进行分析与讨论，为读者解开这一谜题。中式美男称号的来源：中式美男之所以被称为中式美男，是因为他们的脸型具有一定的特点。与西方欧洲脸型相比，中式美男的脸型通常更加宽而宽，呈现出东方人脸部骨型的特征。而杨洋的脸型也符合这一特点，整个面部线条分明，勾勒出了身体的轮廓，简洁有力。他的脸庞处于骨感和立体感的中庸位置，没有太多的褶皱，正反两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使得他的面部具有年轻感。值得一提的是，杨洋的鼻子高鼻尖，鼻尖轮廓清晰，配合他的脸型，使得他的侧脸更显气势，让人印象深刻。中式美男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审美标准，是对中国传统美的表现之一。中式美男并非只有杨洋一人，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具有相似脸型特点的男演员。他们的脸型不仅仅影响了外貌印象，更能够传递一种内在的魅力。中式美男的脸型特点使其更加适合演绎一些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角色，让人们在观影过程中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中式美男的关键骨骼感。中式美男之所以能够展现出独特的魅力，除了脸型外，骨骼感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一个好的骨架是一张脸的动力，而五官的形状则是一种气质。骨感过于强烈会显得粗犷，而缺乏立体感又会缺乏中正感。而杨洋的骨骼感恰到好处，从额头到山脚，起伏平缓而清晰，他的鼻部轮廓清晰，凸起适中，不显粗糙。这些特点让他的面部看起来更加立体且具有年轻气息，给人一种魅力十足的感觉。骨骼感是一种审美标准，
不仅仅适用于中式美男，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比如模特界和娱乐圈。拥有好的骨骼感的人，无论是什么角度，都能将自己的美感展示得淋漓尽致。然而，骨骼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完美拥有的，它还受到遗传和个人发育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并欣赏那些具有独特骨骼感的人，因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美。杨洋被嘲讽的原因及演技问题。如今，杨洋面对着扑天而来的油腻骂名，被网友们嘲讽说他变得油腻了。同时，他在一些演技细节上的表现也遭到了批评，例如他在某些情节中的表情和动作被认为是奇怪的，不符合角色的设定。这些原因导致了网友们对他的演技越来越不满意。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当一个演员长期以来只在某种类型的角色中活跃，并建立起一种固定形象后，很容易导致观众的审美疲劳。也许过去杨洋成功的在某些作品中展现了自己的魅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观众们对他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网友们对于他的表演越来越挑剔，对他的演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他在演技方面的问题也是导致他被嘲讽的原因之一。总结部分：杨洋作为中国美男的代表之一，过去一直以中式美男的形象示人，但如今却被网友们嘲讽称为油腻男子。这一变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通过分析可知，杨洋的脸型具有中式美男的特点，线条分明，勾勒出身体轮廓，具备骨骼感，这是他吸引大众的地方。然而，他受到的批评主要源于近来在一些作品中的演技问题，观众对他的期待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杨洋被嘲讽成油腻男子并非毫无原因，也许这意味着内娱需要改变风向，注重培养实力演员，而不仅仅是追求颜值。作为一个演员，不可避免的会遭到非议，这也是对他们演技的一种考验。无论如何，杨洋也表示会改正自己，相信他在演艺之路上还会有更好的发展。